娘，喝药吧。喝什么喝？这药也是你配喝的，你干什么？初儿，不许欺负我娘！20年，恭喜曹丞相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气运女之身得了丞相之位，把这地擦了，擦不干净就别想吃饭。搓磨死糟糠之妻，磨蹭什么？要你何用？将我作践的连丫鬟都不如。不要过来！那三皇子都获罪下狱了，圣旨还要我嫁过去。我的女儿，你可别吓娘了。有话好好说。任谁嫁过去，不是守活寡就是陪葬，横竖都是死。我不如现在就去死。莹莹，你听娘说。愣着干什么？快跪下去救人！可心疼死娘了。如今我那好姐姐不肯去嫁人送死，就让曹运初替莹莹嫁过去。我爹便又将我这个气运加深的女儿推出去。运初，你姐姐落水卧床不起，这抗旨的罪名，相府担待不起。你要是有命活下来，今后的日子自然不会让你过得太差。三皇子不会死，但相府悬了，他这丞相也快当到头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别磨蹭，赶紧送走，晦气！这趟活真晦气，赶紧的，拿了钱走人，这地方多待一刻都瘆得慌。三皇妃，今儿个委屈你了，要和三皇子在这种晦气地方成婚。不委屈，劳烦公公引路。三皇子不便出来迎你，还请三皇妃自个儿进去吧。不便，连第三个人的呼吸声都没有。三皇子，红盖头你不掀，那合卺酒要喝吗？你知道你这一来，就得落得和我一样的下场吗？知道，但这路由我自己选不得。曹知人那老狐狸，看我一招实施，竟找了个冒牌货糊弄。罢了，本就是墙倒众人推。我知你是苦命人，我会力保你出去。远郊破庙前那棵杨槐树下，有我差人埋的一箱黄金。我一人死不要紧，不需要旁人陪葬。如今我们成夫妻了，只是这破地方要下一步还怪难为情的。你的身体现在恐怕也……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东西？只有成了真夫妻，我这一族的气运才能为他博得生机。若他不活，相府也不会放过我。唯有他活下来，我们才有退路。无耻！三皇子，我只是想给你看看伤口，我会一点医术。这里什么药都没有，看了也白看。我有。这是我娘留给我的保命药，关键时刻能救命。现在我把这条命给你了。
白费力气。萧凌风，我不会死，你也不会，我带你出去。你到底在高兴什么？高兴的事有很多，比如嫁了个如意郎君，还有终于不用再每天干脏活累活，也不用再挨打了。她一个千金小姐，怎会手指不满后茧？和你成婚这几天，是我过得最舒坦的日子。是吗？那这样舒坦的日子很快也会没有了，再不走可就真没机会了。有的，萧凌风，有的。你们来做什么？哟，进来这些天，你倒还是全虚全伪的。运初啊，听说圣上最近要下旨了，你爹让我给你带样东西，为你好，到时候少遭些罪。等赐死诏书下来，你就马上服毒自尽。这药温和，不会太疼。三皇子最少也是个砍头。你爹心里还是挂念着你的。哼，挂记着我。圣上下旨要嫁给三皇子的是嫡姐，不是吗？真记挂我就不会把我送过来。你死的局，爹才舍不得我。你这个外室生的，何该替我去死？爹爹已经在为我和太子议亲了，以后我就是太子妃，你拿什么和我比？谁打的？讨厌的人。这是这么多天他第一次站起来，身形竟然这样高。若有朝一日能出去，若有朝一日能出去，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做皇帝。我许你，就做皇帝。不过是两个快要死的人一起做的春秋大梦罢了。夫君，你现在没力气。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？他日我死，我便向父皇求让你活着出去，许你另嫁他人。你何苦栽在我身上？我娘说，我们族人一生只跟一人。萧凌风，我们是夫妻，我说过你不会死，我会带你出去。这是你自己选的，我死之时会为你谋最好的退路。三皇子，接旨吧。
皇上有旨，大赦天下，三皇子萧凌风即刻释出。娘临终前告诫我，他日遇到倾心之人，必要保留7分，那是给自己留退路。如若不然，便会像他，一头扎进去，最后落得个不得善终。如今看着眼前人，我才知晓这挺难的。他确实挺勾人的。走吧。恭喜三皇子、三皇妃。三皇子竟长得这般出尘。凭什么曹运初能嫁三皇子那样俊俏的夫君，而我就要嫁给那个丑货？闭嘴！你是不想要命了吗？那是当朝太子，将来的95之尊。你好好想想，你是要做母仪天下的太子妃，还是要做一个不受宠的三皇子的妃子？我将来是要当皇后的，曹运初，你永远都只能被我踩在脚下。等我当了太子妃，我看你还能不能如今天般得意。曹莹莹和太子还没成亲，按理说不该出现在这里，但她仗着太子，到底还是来了。皇上醒了，只传三皇子与三皇妃觐见。老三，你是不是还在恨朕？当初没保住你母妃，朕以为她空了后位多年，也算是给了她一个交代。你怎的就不能放下对朕的意见呢？那个女人不死，所有都是空谈。要是皇上这时候死了，萧凌风根本说不清。你在做什么？这样父皇会好受一些。倒是个好的。老三，人在拿起一些东西时，总要放下一部分的。我放不下。朕只想在死之前抹去和老三的嫌隙，怎么就是不行呢？可以的。你说说看。太子之位给他来做，有些感情要表达出来才是真，藏在心里那是假。您当年没护住纯妃，现在您有机会可以护住您和他的儿子。萧凌风呢？曹莹也不见了。
圣旨下到相府，妹妹觊觎三皇子妃的位置，竟不顾皇上要嫡女出嫁的懿旨，将我推下花园小湖，害我昏迷几日，爹爹和娘不得不让她替嫁，并非我不愿嫁给殿下您啊。都说家丑不可外扬，如今我就是豁出去脸面也要扬一扬，实在不想三皇子您受蒙骗。我这妹妹乃外室所生，连个庶女都算不上，就是个私生女。嫁与我，她就不再是那个让你们瞧不起的庶女了。现在，她是三皇妃。娘死后这么多年，再无一人护我，娘，我那7分真心怕是保留不住了。为什么？他凭什么？我才是那个应该嫁与你的相府嫡女。注意你的言辞，这是第1次警告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你爹是太子党，太子保不住丞相府，还要搭上一个女儿给我陪葬。回去叫你那猪脑子爹好好想想吧。秋夜里寒重，怎的出来了？方才没找见你。回去吧。皇上病天了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请齐公公宣读传位诏书。齐公公，快些念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二皇子萧玉康当大任，特改立其为皇太子，即刻继位，钦此。怎么可能？我才是太子，该我继位才对。父皇为什么要如此对我？我要去找他问个清楚。那你得去阴曹地府问了，走快些，还追得上父皇。新帝继位，朝堂看似未生动荡，实则暗潮涌动。萧凌风变得忙了起来，常常被新帝传进宫，前太子才是新帝最大的眼中钉。现下的局势，萧凌风成了新帝跟前的红人。见过三皇妃。看着眼前这个生了白发的男人，我心中没有半分凌驾于他之上的快感，只有憎恨。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娘那凄苦的一生。丞相大人，此来为何事？运初，你和莹莹是亲姐妹，爹没求过你什么。如今新帝继位，前太子失势，下场已经注定。三皇子这桩姻缘本就是他的，爹不求你让出来，许他进门吧。谁做正妃，谁做侧妃？她是你嫡姐，自然是她做正妃。你们姐妹也不用分这么清楚，今后互相照应就是。那爹爹要我如何做？
你去向辛帝认罪，说你抢了你姐姐的姻缘，求辛帝赐婚，你自愿为侧妃，辛帝刚登基，定然不会治罪于你。爹，我和我娘就活该给你们铺路吗？运初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娘是她自己福薄，去的那样早，我可没有亏待过她。就是她卧病在床的时候，我也是给她请的最好的大夫，用的最好的药。没有我娘，哪有如今的曹丞相？你不过就是路边一个饿死鬼罢的。还用尽自身气运许你平步青云，可你呢？一朝为相，立刻娶了官家千金。你为了自己的颜面，没将她接进丞相府过一天好日子，总是骗她再等一等。你可知她为何一病不起？她懂医术，可你差人送去的药都是最次的，她是活活被拖死的。曹之人，你敢对天发誓，你问心无愧？你胡说！夫人心善，每月都差人送去月钱，药方我都看过，药钱流水一样的花出去。你娘死后，也是她立刻把你接回府的。你当初为了稳住我娘，拢共就去了庄子上几次。你但凡真有心，就会发现月钱没有一文到我们手上，那些打着名贵药材花出去的银子，都变成了曹莹莹和她娘身上的首饰。可怜我娘到死，连个名分都没捞着。爹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教你。曹莹莹进不了门，做不了三皇妃，你好生回去战战兢兢地等着，等哪天新帝将你和前太子一锅端了。他怕的就是这个，所以才想把曹莹莹塞过来表忠心。可我偏不让他如愿，他和曹莹莹母女活一天，我娘九泉之下就不得安宁。我答应新帝，换取曹莹莹。这一刻，我脑子里闪过的都是在大狱里同生共死的光景，还有他在假山后那句“她现在是三皇妃”，我们锁定在一起的片段，不过虚矣。那我呢？新帝口谕，你抢婚有罪，念你在牢狱救我有功，许你自由之身，不予重罚。给我一封休书吧。这桩婚事本来就是错的，圣旨点明的是相府嫡女，何须休书？奴婢不信是你抢得起。世上的太多事，不是见白是白，见黑是黑，我无所谓了。这是他许给我的，不拿白不拿。剩下的金子，我要拿去买杀手，拿下我爹一家的脑袋。这是我能想到的报仇的最后法子了。客官，您要的饭菜做好了。进。好嘞。小二哥，还是那事儿，帮我寻几个道上靠谱的杀手，钱不是问题。客官您放心，正给您留意着呢。客官您好好休息。我竟然怀上了，我
我娘要是还在，一定希望我保全自身，好好活下去。为了这个孩子，我娘和弟弟的仇暂时报不了了，我必须离开京城，不然迟早一尸两命。楚妹子，我给你挑了水。快吃吧，楚妹子。已经显怀了，得找个机会和他们说清楚了。事情就是这样了。楚妹子，多保重。夏大哥，您随我进来一下。夏大哥，这些天就当我雇你干活的，今后你还可以继续来。我这辈子只想守着肚子里的这个小崽子过了。我娘说过，我们这一族一生只能跟一人，也只能这样了。我明儿还来。村子离京城远，萧凌风迎娶曹莹莹的事，过去大半个月了才传进我耳里。我帮他从大狱脱身，他给我自由，没有许诺过我一辈子。到底是不亏不欠了。我要娶曹莹莹。别走！再等一等。是我睡前忘了关吗？梦里他叫我等，可我不信等这个字，我娘到死都没等到。昨天夜里那个梦真是可笑，我突然很想试一试，二嫁会有什么后果。怎么了，夏大哥？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说吧。京里动荡，皇太妃自缢，前太子出逃，丞相府尽数下了大牢，陈王妃也在其中。是曹莹莹。萧凌风早已被封了成王。你别难过，萧凌风的事和我无关了，倒是丞相府倒台，让我高兴了一把。这是成王和皇上联手布的局，就是为了清除前太子党羽。此次牵连的还不止丞相府。这是萧凌风和新帝布的局，我是他局中的一部分，还是被舍弃的弃子？答案不重要了。娘说真心要保留几分是对的，否则哪来我如今的潇洒？楚妹子你，从明日起，你不用再来我这里了。我快要生产了。你一个大男人也不方便，我找了村头的六省。六婶，你自己看着来，我困。先别睡了，待会儿路上再睡。
你什么时候来的？都当娘的人了，悠着点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来接你回去。你如今，我不放心。成王说笑了，我与你毫无瓜葛，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又不是你养的猫狗，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是吗？盗走本王一箱金子，你揣着孩子，怕是不好下大狱的。那是你说要给我的。那时是你选择和我做夫妻的，你可没选那箱金子。喝茶吗？好。一路上我想了许多，兜兜转转，我娘和弟弟的仇也是能报了。我要见曹之人，还有你的王妃和丈母娘，不然孩子跟我姓。你明知是假的，何苦还要气我？真真假假，全是说了算，我不信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早知如此，我就不该放你活着离京。小凌风，你害得我好苦。你到一边等我。我让人拿件外衣和头巾来，这里湿气重，戴上会好些。好。好女儿，救救爹！我是清白的，是前太子把我拉下水的。我才知道，是他向先皇求了那道相府嫡女下嫁获罪三皇子的圣旨，栽赃给新帝。我错信了他，上了他的贼船。还有，成王从前毒害皇贵妃一事，也是前太子为了铲除他的毒计啊！都是前太子的错，和我无关啊！现在他逃了，还要害死我！成王惜你，你替我求求情，我是你爹呀！方才曹莹莹骂我的时候，你一声不吭，现在想起来是我爹了。我早就没爹了。离开京城，我都没落下这瓶毒药。你尝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认识这个吗？不认识。这是我被你们绑着嫁给获罪的三皇子后，你的好夫人和好女儿亲自送到我手上的。他们说，这是你让他们带给我的毒药。他撒谎，我不曾给过他什么毒药。他自小就喜欢耍这些把戏争宠，爹爹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就是恨他娘没进相府享福，觉得我和娘霸占了他们的位置。我看了，这药的分量能毒死2个人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云初，好女儿，我是你爹啊，你真要逼死亲爹吗？我今天来，不是来要命的，是来讨债的。从现在起，当年庄子上的月钱、药材，我娘病重被拖延的事，还有替嫁和送毒的经过，谁先交代，谁的供词就先记。按大燕律例，供出主谋者，减罪1等。云初，这都是误会，
爹只是公务繁忙，一时疏忽了庄子上的事儿。你少在这装腔作势，你就是记恨我们，想借着成王的事报复相府。曹莹莹的蠢是摆在明面上的，但在相府后宅能把手伸得那么长，做得那么绝的人，可不蠢。大夫人，我只问你一句，我娘临终前那副药，到底是谁动的手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相府的人证往来账册，大理寺已经派人去抄了。就算你们在这儿把嘴缝上，外面也能把案卷填满。你们现在争的，不过是个首告保命的机会。大夫人，你想清楚，你要一个人扛吗？我没有想害死他，我只是吩咐下头人，好药别全给他用，省这些罢了。你这个毒妇！老爷，不是我是给了银子的，是庄子上的管事和李婆子，是他们贪没了月钱，苛待了那对母女。我只是交代他们别太铺张。别铺张，城南仁济堂的要案流水我都查过了，相府每个月拨出去50两银子抓药，可送进庄子的全是生虫发霉的劣等参须。你当底下人有几个胆子，敢把丞相府的拨银吞得一干二净？若没有你这位主母的默许和指使，谁敢不请大夫？他本就福薄，一个外室也配用那些名贵药材，所以你就把药换了。毒妇，你这毒妇！运主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内宅之事向来由他一手把持，我日日忙于朝政，是从未插手过庄子上的半点事儿啊。我身为当朝丞相，日理万机，哪有精力去管内宅的账？这些都是这毒妇一人背着我干的，我确实不知情啊。庄子上的账你可以推给大夫人，那替嫁呢？圣旨上白纸黑字要相府嫡女下嫁大狱，是谁下令把我从柴房绑出来，套上嫁衣塞进花轿的？你若不知情，谁敢在相府里偷天换日？我说，替嫁那天我是假跳湖，大夫也是买通的。大狱诵读那天我也在场，都是我娘出的主意，我爹也是默许的。我只是听他们的话，我不想抗旨杀头啊。诵读是听话，那宫里假山那晚呢？你跑到成王面前哭诉，说我是外室生的，说我贪慕虚荣抢了你的姻缘，也是他们教你的。我那是怕成王殿下被你蒙骗，我才是相府嫡女，本该嫁给他的是我。你们自己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已经注入大理寺的案卷。王爷，殿下，这些不过是家宅不宁，臣对朝廷是忠心的，臣绝没有参与前太子结党营私的勾当啊！相府外头已经被禁军围了，你猜，你藏在书房夹墙里的那些暗账和密信，今夜能不能被翻出来？就在这墙面后头。物证俱全，相府欺君结党，全府查封。百年老参2支，耗银50两，保胎名医出诊，银20两，上等红花。百年老参，名医出诊，好一个名医，好一个老参！我娘直到痛死那天喝的都只有发霉的参须，连个赤脚大夫都没进过庄子的门。罪证已经坐实，曹家翻不了案了。你身子重，别看了。
怎么了？哎呦，见红了！快来人啊！传太医，备产房。不好，王妃之中动了胎气，这是要提前发动了。再拿些布来，稳婆呢？去催啊！当心当心，热水来了，让个路。东西都备齐了没？还差什么？快点快点，这边还要一条干帕子，汤药呢？殿下，王妃这是受了极大的心绪冲击，气血翻涌，动了胎气，加上本就月份大了，这怕是马上就要发动了。去把闲杂人等全撤了，只留最稳妥的稳婆和医女在里头伺候。快快快，都出去！热水再备2盆来。殿下，产房血气重，还请您移步外间。萧凌风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你先留着力气，有什么话等生完再说。不，你告诉我，当初先帝驾崩后，你说你要换取曹莹莹，还要给我修书，这事到底是真是假？那件事，哎呦，殿下，王妃这就要发动了，不能再耽搁了，您快出去吧。殿下，宫里来人传话，前太子残党有变动，皇上请您即刻入宫议事。回绝，就说本王今夜哪儿都不去。是。不好，又见红了！快传身边来喊着，王妃，你可千万别睡过去啊！王妃，您再加把劲儿啊！已经看到头了。殿下，王妃失血过多，若再拖下去，恐有性命之忧。敢问殿下，若有万一，是保大还是保小？保大人，若王妃有任何闪失，本王要你们全部陪葬。恭喜殿下，是个小世子，母子平安。王妃如何？王妃脱力，已经睡过去了。醒了，身上还疼不疼？现在，你能说实话了吗？曹莹莹从来没有真正进过我的门。先帝驾崩，新帝登基，朝局未稳。前太子萧策虽然出逃，但相府和他在朝中的残党依旧盘根错节。我和新帝需要一个引子，逼曹植人和前太子党亮出底牌。所以，我们联手做了一个局，对外放出风声，说我要换取曹莹莹，切断与你的关系。只有让曹植人以为我愿意与相府重新结盟，前太子党才会觉得曹家已经倒戈，从而出手试探。曹莹莹名义上是被一顶小轿抬进了王府，但一直被关在偏院，没有婚仪，没有名分，更没有夫妻之实。他进府没多久，相府倒台，他便随曹家一并下了大狱。所以休书是假的，换取是假的，一切都是你算好的局。是，这局我没算错，前太子确实露了马脚。你算到了朝局，算到了相府，算到了前太子，那你算过我吗？你算没算过我一个人离京会不会出事？算没算过我能不能熬得过去？我安排了人跟着你，只要你离京，曹家就不会再把注意力放在你身上，你是安全的。
可是萧凌风，你没有告诉我，你让我以为我真的被你丢下了。殿下，王妃，齐公公来了。老奴见过成王殿下，见过王妃。老奴是来道喜的。皇上听闻王妃平安诞下世子，特命老奴来传旨，请携小世子即刻入宫。皇上要亲自看看这孩子。那就进宫吧。你离京那晚在破庙挖出金子的时候，屋顶上守着的人是我的暗卫。客栈里那个答应帮你找杀手的店小二也是我安排的眼线。还有，你在村里那晚半夜被推开的一条窗缝，是我去看了你。我不能在那个时候把你们重新卷进明面上的局里，但我从没想过真的不管你。当心！我信你安排了人跟着，你确实护住了我和孩子。可我一个人怀着身孕离京，一个人在村子里担惊受怕熬过的那些日子，也是真的。萧凌风，你只是在下棋，你护的是我的命，不是我的心。这眉眼生得像成王，是个有福气的孩子。朕听说弟妹回京前一直在乡下安胎。回皇上，是。陈王妃一个弱女子，怀着身孕在外头，没少受苦吧？外头风大浪大的，你离京那几个月，过得可还安稳？有遇到什么故人接应吗？回皇上，臣妾离京时满心慌乱，只想着找个没人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，哪里还顾得上联络什么故人？能全虚全伪的回来，全凭运气好罢了。运气好，弟妹说的轻巧。朕怎么听说成王这段时间也没闲着？成王这局布的精妙，不仅把相府和前太子党一网打尽，连自己的王妃也护得滴水不漏。朕这个做哥哥的都不禁要佩服你算无一切了。皇上明鉴，臣妾不知朝局谋划，此番回京也并非为了成王。哦，那是为何？臣妾是为了家母的旧案。相府如今已倒，但家母当年在庄子上被苛待致死的真相还未大白。臣妾恳请皇上下旨重审庄子旧案，还家母一个公道。好，陈王妃这份孝心，朕准了。重审相府旧案，既能清旧账，也让天下人看看相府的真面目。谢陛下。成王殿下，王妃留步。我已让奶娘将小世子带到马车上了，皇上旨意已经下了，明日大理寺正式开堂重审庄子旧案，曹池人一家明日都要提审过堂。堂下人犯，从实招来。大人明鉴，小人冤枉啊！相府每个月账上写着给庄子拨50两，可落到小人手里的连5两都不到啊！是啊，大人，那对母女在庄子上病得严重，夫人身边的嬷嬷传过话，不让请大夫，他们只能自己去后山挖草药熬着喝。荒唐！内宅细务，本相向来是不问的，定是这些恶徒欺主贪没了银两，如今倒反咬一口。哼！城南人祭堂掌柜，你来说。草民叩见大人。相府当年确实派人来抓过安胎药，可相府管家拿着开满100年老参和名贵药材的方子，却指明只要草民抓最下等的发霉参须，剩下的药钱全让他们折现拿走了。草民账上记着呢，
到后来相府的人连那买次等药的几文钱都拖着不给。一派胡言！本卿当年按月拨足了银两，何曾管过你们怎么买药？定是刁奴与你们串通一气，我毫不知情。曹大人好一张干净的嘴，既然不知情，那这又是什么？这是当年相府账房提银的批条。大人请看，这上面盖着的可是曹丞相当年寸步不离身的私印。曹知人，既批过银子，又盖过私印，你还敢当堂狡辩说自己不知情？这印，定是有人偷拿了我的私印。不，就算是我盖的，那也是我日理万机，未曾细看账目，一时失察盖上去的呀，大人。失察？相府长达3年的亏空假账，你每月都要失察一次不成？大人，这分明是内宅妇人和底下恶奴联手蒙蔽本相，本相绝无虐害之意呀！我娘在庄子上病入膏肓时，我曾跪在相府后门的台阶上磕头求救，磕得头破血流。你的管家出来只说了一句：“老爷有令，不许任何人去打扰他清修。”后来我娘死了，你连一副帛官都没给，只让人在后山草草挖了个坑，而你在相府里正大摆筵席，庆赦你的高升。你不是不知道庄子上的事，你是不想知道。因为只要那对母女不进相府，不出现在同僚面前，你攀附权贵换来的官升体面，你的新夫人和嫡女就都能安安稳稳地踩在我们的骨血上享福。都是你这毒妇！若不是你心肠歹毒，苛待他们母女，何至于闹出人命？是你毁了相府，毁了我！我毁了你！你以为你装作不过问就干净了？每次庄子上送来信说没钱抓药，你哪次不是把信烧了叫我看着办？是你亲口说别让他们进京碍眼的。毒妇，你血口喷人！你怎么就直接？你早知吞去了！放肆！公堂之上，成何体统？来人，拉开！范妇曹莹莹，本官问你，你假借洛水抗拒圣旨，在牢中涂送毒药，并于宫中散播谣言，抹黑王妃，这些可是实情？大人冤枉，我没有，那都是我爹娘逼我做的。我是相府嫡女，我不能不听啊！本官这里已有你的亲笔画押，你还敢抵赖？此案人证物证俱全，相府曹知人梁氏曹莹莹罪名属实，数罪并发，已非寻常家宅不宁。传本官令，拟定卷宗，即刻上报天庭，请旨定夺。报！回大人，皇上旨意已下，相府牌匾已被禁军摘下，全府封门待抄。这是当年相府说要修缮好，等我娘回京时住的屋子，她到死都没能踏进这里一步。运初，若你看到这封信，别学我等。运初，娘知道自己熬不过去了，娘这一生一步错，步步错。当年我信了他的海誓山盟，以为用族人的气运助他，便能换来他许诺的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可是运初，人心是会变的。娘把一辈子都耗在了一个等字上，等他接我们回府，等他记起往日的情分。娘不想你将来也学我，箱底的医书你带好，那是能保你安身立命的东西。若有一日你能离开这吃人的地方，就往前走，别回头，也别等任何人，自己有本事，不求人也能活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步你的后尘，这大仇我报了，往后的路我自己走。
我娘心里说，让我别把一生耗在等别人身上。这仇报了，我也该为自己打算了。你现在是成王妃，你要去哪儿？不知道，但我不想一直被困在这局里。有山贼劫囚，保护犯人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少废话，走。殿下，大理寺押送犯女曹莹莹转监的途中遭遇劫囚，曹莹莹被人劫走了。太子殿下，殿下您终于来救我了，我就知道您不会不管我的。救你？曹植人那老狗连自己都保不住，还把本宫的底全露给了萧玉。本宫救你一个废人有何用？少废话！相府替本宫办事的那些暗桩，还有转移出城的藏银和联络点在哪儿？说！我爹出事前跟我提过，城郊渡口的货船，还有城南那几家暗中送药的铺子，都是您的人。爹还说把一批金子藏在了南山飞翼。我知道的都告诉您了，求您带我走吧。我原本可是要嫁给您的太子妃啊！太子妃，你也配？曹家已经垮了，你现在什么都不是。把他绑起来看住，等拿到了银子，随你们处置。别让他跑了！殿下，前面坡坎下有人。你赢了，可是我没输给你。我只是输给了这世道，你输给了你自己的贪。假跳虎是我自导自演，诵读也是。假山那晚，我就是想毁了你。我凭什么要被一个外室生的私生女踩在脚下？我才是相府嫡女，我本该是太子妃。母仪天下，吃吧，吃一顿少一顿了。大理寺刚传来消息，你们那逃跑的宝贝女儿昨夜在南山道上坠马摔死了，尸体都凉透了。你说什么？莹莹她摔得骨头都碎了，死得透透的。成王殿下已经让人把尸首卷了席子扔乱葬岗了。我的莹莹啊！不可能，我的女儿是要当皇后的，怎么会死在乱葬岗里？我唯一的指望，连带相府最后的血脉，彻底断。都是你，是你这个老匹夫！若不是你贪慕权势，非要攀附前太子，莹莹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？是你害死了她！督父，你还有脸说我？
是你叫他去送毒，是你叫他争权夺利，是你们母女俩的贪心和愚蠢，把整个相府拖下了水。我呸！你这伪君子，用着别人的气运爬上来，又翻脸不认人，你活该断子绝孙！全是没了，女儿死了，我真的什么都没了，只剩下去那极北苦寒之地受尽折磨等死。柴大哥，求求你帮我带个话给陈王妃，我是她亲爹呀！我求她最后见我一面，我有重要的话对她说。王妃，大狱那边狱卒传话来，说曹罪人想见您最后一面，说有话要对您说。不见。他想见的不是女儿，是能救他命的陈王妃。我要的从来都不是他痛哭流涕的认错，我要的是他亲眼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化为乌有。这父女的情分，早在20年前就断了。决定不去看了，明日一早，他们就要被押解流放和发往苦役了。去听他喊冤，还是去听他悔过，都不必了。他在乎官声，大理寺的判词已经剥了他的皮；他在乎血脉传承，曹莹莹已经死了；他在乎权势，如今连命都不属于他自己。他已经没什么能给我看的了。这位大哥，劳烦通报一声，我找陈王妃有10万火急的大事。夏大哥，出什么事了？你怎么进京了？我前2日去镇上渡口送柴，撞见一伙人在渡口后面的废医落脚，他们不敢进大药房，分散在几家小药铺里买药，买的全是治刀伤的白药和止血的草药。我瞧着他们身强体壮，身上还带着血腥气，不像普通流民。刀伤药，这不是流民，这是有人在藏伤兵，这手法像极了钱太残党的做法。就是这里，城南渡口后的南山废医，他们买药的地方是这3家不起眼的小药铺。夏大哥，你确定他们买的都是这几味药？我不会认错，药铺伙计包药的时候，我看得真真的。这些是金疮药配方，若只是普通防身磕碰，用不着这么大的量。能一次性买这么多外伤药，对方至少有几10个带刀伤的人，而且里面肯定有个受了重伤的大人物。萧策，他在大理寺转运时劫走曹莹莹，然杀了人，但他自己和手下也必然在冲突中受了伤，他还没逃远。成王有令，放下武器，束手就擒，反抗者杀无赦。小凌风，你非要赶尽杀绝吗？谋逆之罪，本就无生路可走。因为你赢了，你替萧玉清了前太子党，清了相府，你以为他会感激你？你功高震主，他迟早会像对付我一样对付你。放箭！你以为抓了我，这局就完了吗？萧凌风，真正的杀局才刚刚开始。娘，相府倒了，曹之人流放了，女儿没把一辈子耗在恨他们身上。您在天之灵，安息吧。差大哥，庄子和相府的案子已经结了，这只瓷瓶是当初大狱里的物证，劳烦按规矩入档销毁。王妃放心，小的这就拿去毁了，绝不让这坏东西留着。这瓶毒药我亲自送去销毁，这段仇我记过，但我绝不会变成
和他们一样的人。萧策已经被押入死牢，新帝下了旨，秋后问斩。曹植人和梁氏今早也已带上枷锁，出了京城流放。我知道，家仇结了，可我听外头都在传，成王算无一策，办案如神，声望隐隐要盖过宫里那位。萧策临死前说的话应验了，后头的路还会更难吧？成王殿下此番雷霆手段，不仅清剿前太子余孽，更整肃朝纲，实乃大燕之福啊！启禀皇上，宁王殿下求见。老臣参见皇上。皇叔免礼。皇叔今日进宫，可是有要事？成王风头太盛，前太子一脉又刚断。陛下，这宗室与朝局有些规矩是该重新立一立了。皇叔想立什么规矩？老臣以为，国之根本在乎礼法，规矩得从源头、从名分上立起，才能绝了以后的非分之想，稳住朝局人心。皇叔觉得这名分该从何处合起？自然是从成王府刚添的这位小世子合起。成王妃的出身满朝皆知，当年是替嫡姐下狱的相府庶女，这便罢了。可成王妃怀着身孕时，曾独自离京，在乡野村落中居住了数月，连产子也是在民间。老臣恳请陛下，依宗室礼法，将小世子交由宗圣重和。宁王这是在怀疑本王的骨血。皇室添丁是喜事，宗室长辈也是为了皇嗣的血脉纯正着想，成王不必动怒。既然宗室有疑，那便按规矩办，传朕口谕，明日宗正寺议礼，命成王与成王妃携小世子入宫。陛下圣明。王妃，皇上的口谕便是如此。明日一早，还请您和王爷带着小世子，准时前往宗正寺。有劳公公跑这一趟。好一个重合玉蝶！宁王这是借着立规矩的由头，在朝堂上卡我的脖子，逼我低头。你错了。他们若只是想压你的风头，大可直接在朝堂上参你越权跋扈。可宁王偏偏把事情闹到宗正寺，硬扯上宗室礼法。他们这一回不是冲着你来的，是先拿孩子开刀。今日是宗正寺议礼，事关皇室玉蝶，老臣便直言了。当年先帝下旨赐婚大狱的是相府嫡女曹莹莹，成王妃替嫁入府，这名分本就名不正言不顺。成王妃怀有身孕后，并未在京中王府安揣，而是独自前往偏远乡野，一住就是数月，连生产也是在民间。这乡野村落鱼龙混杂，无人看顾。如今抱回一个孩子，便要寄入宗室，若不查验明白，如何向列祖列宗交代？诸位长辈的意思是觉得这孩子月份不对，还是血脉有假？既然今日议的是规矩，那便按规矩说话。第一份是太医院给我的请脉档册，第二份是乡下接生稳婆的口供和画押，第三份是宫里太医替孩子看诊的脉案。成王妃准备的倒是周全，有这些案卷在，自然是能证明这孩子的来路。只是既然成王妃如此坦荡，为求万全，也为了彻底堵住悠悠众口，老臣提议，小世子入玉笛前，
先接入宫中几日。荒唐！宁王这分明是借着规矩的名头，要把孩子夺进宫去当人质。你若刚才在大殿上抗旨，就正中了他的下怀。如今满朝文武都知道成王手段狠厉，刚除掉前太子，你若不教孩子，宁王立刻就能把居功自傲、藐视皇权、皇嗣存疑的罪名扣死在你头上。皇上之所以准了宁王的提议，就是在试探你的底线。那便任由他们把孩子抱进那个吃人的地方。当年我母妃便是死在里面，我怎么可能把儿子送进去？孩子必须进宫，但我没说让他一个人进。既然皇上说是为了彰显皇室恩典和宗室礼法，那我这个做生母的随侍在侧，亲自照料，也是合情合理。可是到了宫里，孩子的衣物吃食必须全过我的眼，只要我在，他们想在暗处动手脚，就得先问问我的手段。哦，你这是要把自己当靶子？把主动权抢在手里，哪怕是在刀尖上，也比坐在府里等死强。王妃，夜深了，奴婢替小世子换上熏了安神香的新襁褓吧。这香是内廷特意调制的，最能安睡。拿来我瞧瞧。这股香气绝不是寻常的檀香或沉香，倒有些像某种干草要被碾碎后的味道。这香倒是特别，你先放着吧，孩子刚睡熟，等他醒了再换。是王妃。这根本不是安神香，这是伤孩子肺气又发高热的烈燥粉。才进宫第一天，手就伸得这么快。既然你们想玩阴的，那就别怪我当面掀桌子。王妃昨夜歇得可好？皇上和宗正司那边都记挂着小世子，特命老奴来看看，若缺什么短什么，您尽管吩咐。偏殿里什么都不缺，内廷拨来的乳母伺候的也很尽心。王妃满意就好，老奴回去也好向皇上复命。正好，这会儿孩子醒了，把昨夜那套新熏了香的襁褓拿来，当着齐公公的面给小世子换上吧。王妃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哎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就要问这位尽心的乳母了。齐公公见多识广，不妨让人验验。这粉末若少量掺在安神香里，日日熏染，不出半月便会废气枯竭。到时候太医来诊，也只会说一句先天不足，胎里带弱。这借刀杀人的好手段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来人，把这乳母的嘴堵上，拖下去严审。王妃受惊了，此事老奴立刻禀明皇上，定查个水落石出。程王妃自幼长在乡野，又通些医理，做了生母后，难免疑心重了些。宫里常用的安神香粉，不过是些安眠的草药。程王妃小题大做，将宫中乳母当成刺客，这若是传出去，岂不是让人觉得皇室刻薄，连自家血脉都容不下？回皇上，王爷，奴才方才让太医院查了那撒出的药粉，确实掺了烈性的燥药，而且内务部查了调拨的账册，
这批香粉并非出自上宫局的常例。那是从哪儿来的？是从宗室别库前日单独调入宫中的。听说了没？宫里传出消息，成王府那位刚出生的小世子，8成是保不住了。怎么说？那可是皇室血脉啊！什么皇室血脉？那成王妃本就是个替嫁的，怀孕还在乡下住了好几个月，谁知道这孩子怎么来的？我还听说这孩子生来就不祥，刚一进宫，乳母犯了疾病，这是老天都不认这门婚事啊！都给本大爷散开！外头的流言你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，说我替嫁不正，孩子来路不明。这帮碎嘴的杂碎，我这就下令，命巡城司抓人封口，谁敢再传一句，拔了舌头！不可。为何？流言传得这么快，连内廷的假消息都能编得有鼻子有眼，这绝不是寻常百姓在传，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，要把这把火烧大。那便任由他们往你和孩子身上泼脏水。皇上那边怎么说？皇上口谕，坊间闲言，不宜闹大。果然，皇上这是不想管，也是在看你会不会为了这流言乱了分寸，落个把柄给宗室。宁王这一手玩得真脏。还有天大的急事要见王妃，劳烦通报一声。夏大哥，你怎么进京了？王妃，俺在城南渡口送柴，撞见怪事了。前2日夜里，俺看到好几艘大货船停在渡口，几十个人偷偷摸摸的在换粮袋。俺隔着老远闻到一股子刺鼻的霉味儿。换粮袋，官仓转运，一来在白日，且有官吏监看，绝不会在夜里偷偷摸摸的换。不仅如此，俺还在渡口附近那几家小药铺看到，有人在大量采买防潮封仓的石灰粉和几味奇怪的草药。俺留了个心眼，打听了一下，那几家药铺的掌柜这几天都遮遮掩掩的。夏大哥，你说的防潮粉可是那种颜色微黄、味道有些刺鼻发甜的粉末？对，就是那种味儿。俺闻过一次，呛得很。萧凌风，宫里那包要命的毒粉和渡口买的防潮粉用的是同一种东西。这流言，这毒粉，都不是冲着王府来的，这是有人要翻天。夏大哥听到的那几味草药，加上这种带甜味的黄粉，在医书里叫黄连散。若把这方子的配比稍微改一改，就会表面上看是吸水防潮，实则药性热。一旦捂在粮袋里，不用3天，新米就会生出厚厚的霉斑。他们把发霉的粮食换上新袋，再用这药粉催霉。不止，同样的一味主药，只要再添一味，就成了我们在宫里见过的毒粉。你还不明白吗？他们是一班人马在做2件事，先借宗室别库的手把毒粉送进宫里，再借渡口的黑手换掉官粮，造出没粮大案。等粮案一报，流民作乱，朝局失控，他们这是要把你乃至整个新地的根基一起架在火上烤。好一招釜底抽薪！宁王这盘棋竟如此大。宗宿别库、京中流言、城南渡口，这3条线终于并在一起了。调集所有暗卫，再持本王令牌，点300禁军。今夜我要亲自掀了这城南渡口。是。
你留在府里，哪里都别去。若今夜我拿不到实证，明天的早朝，宁王定会借我撕掉禁军一事，置我于死地。去了渡口，不只要查粮，更要查转运的人，搜他们身上所有带有印信的物件。宁王既然敢把手伸得这么长，就一定会留下尾巴。等我回来。拿下！成王办案，所有人放下东西，反抗者杀无赦！好一招金玉其外，把发霉的烂粮装在里头，外面再敷上一层新米。这批粮是要运去哪里的？王爷饶命，小人只是奉命在此接运，上面只说运到城南仓，其他的小人一概不知啊。不知。殿下，这腰牌不是户部和兵部的指示。这是宗室外院的牌子。不好，他服毒了！宁王好狠的手段，这段位的毒药准备的倒是齐全。陛下，成王昨夜未奉明旨撕掉300禁军，深夜围堵城南渡口，惊扰官仓。前太子刚除，朝堂最忌手握行事无君的亲王。若陛下今日不立规矩，他日必生大患啊！臣附议，请陛下收回成王在外查办之权，将渡口一事交由户部与宗正司共审。启禀陛下，成王妃在殿外递牌子，有药物呈交圣览。呈上来。这是何物？回陛下，这是昨日王妃搜出的毒粉，旁边的是宗室别库前日掉入内廷的粉料册页。那这册子呢？回陛下，这便是臣昨夜在城南渡口截获的东西。看来这是一场冲着我这个新帝来的连环大局。800里加急！800里加急！报！启禀陛下，江南数个大仓同时开仓竞技，里面的官粮全是发黑的霉米，流民暴乱，开始哄抢州府了。陛下，江南霉粮爆发，流民作乱，此乃动摇国奔的大祸。臣以为当务之急已不是追究成王撕掉禁军之罪，而是立刻严查粮务，同时安抚地方与宗室，稳住大局。好一个借力打力！霉粮案一报，他不仅不用再为毒粉和渡口的事辩解，反而能光明正大的把手插进江南的乱局。传朕旨意，命成王萧凌风为钦差，即刻督察江南霉粮案，限期3个月，给朕查清官仓上下。臣领旨。宁王皇叔，老臣在。宗室别库牵涉毒粉一事，虽尚未查实主使，但宗室内部确需整肃。朕命你协理宗室，同时统筹京中赈济调拨，安抚舆论。老臣定不负陛下重戳。3个月查清江南所有烂账，查不清，这口黑锅就是成王府的。查得太清，动了太多人，这满朝文武甚至宫里内卫，对我的忌惮只会更深。宁王第一轮出手，就把乳母毒粉、坊间流言、渡口换粮和江南大灾全串了起来。他算准了皇上需要平衡，
算准了你必须去接这个烫手山芋。他根本没打算在今天的大殿上把你一棍子打死，他是要在江南的死局里慢慢磨死我们。我要去江南了，京城这边有宁王在，流言和案件绝不会停。你一个人带着孩子，怕不怕？家仇我已经报完了，接下来该轮到他们学着守我们定下的规矩了。你只管去江南查你的仓，京城和孩子我来守。我知道我们正在迈入一场更为浩大残酷的朝局之战，而我曾许他做皇帝的话也未必不能实现。